Yes, Audi Malaysia 终于回来了。2022年7月1号 ，PHS Automotive Malaysia 正式接手 Audi Malaysia 的业务。那 PHS 就是 Porsche Holding Salzburg 的缩写，所以 PHS 也就是 Volkswagen Malaysia 的独家代理。所以从7月1号之后购买的奥迪车款都可以享有3 years 的 free maintenance 和5 years unlimited mileage warranty 和5 years 的 road size assistance。所以这个奥迪 Q5 就是第二代的改款版 Q5。还没有开始之前，记得订阅 subscribe 我的频道，也欢迎 follow Instagram account，like 一下 Facebook page。Let's go。这款奥迪 Q5 采用的颜色叫 Navara Blue， 不是尼桑 Navara 那个 Navara 哈，是西班牙北部一个自治区叫 Navarra。所以奥迪马来西亚就为它加入了 S-Line 套装，还有这个 High Gloss Styling Package。所以你看它的前格栅就采用了奥迪 Single Frame， 然后还有这个奥迪最经典的 LED 大灯。所以整体上你看它的车头，其实是因为这个已经是改款版的奥迪 Q5 了，所以它会比之前看起来更加的 sporty， 更加的运动化。那我相信未来奥迪马来西亚非常有可能在马来西亚本地组装这款车子，因为现在它的这个价格是差不多484,900块，就是 Q5 的价钱跟 X5 基本上是一样的，但 Q5 打的对手就不是 X5， 而是 X3、GLC 和XC60 等等。马来西亚版本的 Q5 采用 2.0 TFSI 的4缸引擎，搭配7速的 DCT 双离合器变速箱，还有12V 的 Mild Hybrid 技术，一共有249 PS 和370 Nm。而这个动力的直接对手就是 BMW X3、X-Drive 30i 和 Mercedes GLC 300 4MATIC。第二代奥迪 Q5 可以说是 Porsche Macan 的亲兄弟，因为他们都是基于 MLB Evo 平台而打造。所以 Q5 的轴距是2819mm， 比 Macan 长了12个 mm。可是，在马来西亚 Q5 还贵过 Macan。所以如果你想要更加运动化的车型，奥迪也提供了 Q5 Sportback， 就是一个斜背式看起来更加运动化的版本。那 Q5 打的是 X3 和 GLC， 而 Q5 Sportback 打的就是 X4 和 GLC Coupe， 这也是所有豪华 SUV 的一个趋势啊。那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奥迪 Q5 第一代的奥迪 Q5 在欧洲连续6年都成为最畅销的 Mid-size Premium SUV。那马来西亚版本的 Q5 呢，就采用了19寸的 5 Double Spoke 轮圈。那我觉得这个轮圈看起来是有点普通啦，虽然它已经是一个 S-Line 的轮圈了。那马来西亚版本的 Q5 就采用了 Adaptive Suspension， 也就是可以在系统里面去调整悬挂的软硬程度。所以我觉得整体上这个设备算是中规中矩的。这个角度，这个蓝色一直让我想起它的堂弟 T 冠。所以这个第二代改款版的奥迪 Q5 跟改款前并没有太大的分别，只是在2个车尾灯中间就多了这个银色的饰条，让它看起来更加宽、更加wide。不过你要compare to最新的对手来讲，我觉得它就看起来比较传统、比较保守。即便奥迪已经为它加入了 S-Line 的套装，只是有一个东西必须要提的就是它是双出排气管，可是这边有4个 vents。Yes， 它就跟 T 冠一样，用的是这种 Fake Vents 假的排气管口。所以这边有 Q5 的名牌、奥迪的 logo， 还有 QUATTRO Quattro， 就代表它是一个4驱系统。Q5 的行李箱空间在550公升左右 ，X3 和 GLC 都在550公升，所以大家都是大同小异的。但是 Q5 就强在它的后排座椅可以往前滑动，能够进一步的增加行李箱空间。如果你觉得这样还不够的话，你还可以把椅背给推下去，相当的灵活。再次提醒大家 ，Q5 的对手是 X3， 不是 X5 啊。虽然名字都有一个5。我的身高是178cm， 头部空间的话相当的宽敞，相当的足够。因为它不是 Q5 Sportback， 那你买 Sportback 的话就要牺牲掉头部空间。Same story， 这个 X4 GLC Coupe 都是会砍掉这个头部空间，那这边就 OK。那我自己最喜欢这个 Q5 的是它虽然空间不是说特别大，但是呢，它的椅子是可以前后滑动的。你看，可以 slide 到这么前 ，slide 去这么后。那除此之外，你也可以调整这个椅背的倾斜程度，拿下去，可以再往后躺。所以这个东西就跟我之前介绍 Porsche Cayenne 是一样的，因为它跟 Cayenne 或者跟Macan 都一样是 MLB Evo 平台，所以这个平台包括我试过这个平台最顶的就是 Bentley Bentayga， 也是可以这样子来滑这个调整这个椅子。
So 它的设备方面就还好而已，因为这辆车子超过40万了嘛，所以没有玻璃天窗，也没有搭配 Bang & Olufsen 的音响，只是好在它有这个手动的遮阳帘，这个东西就跟Passat 一样，然后有冷气出风口可以调整这个温度，还有一个12V 的 socket。OK， 这边有没有 USB？ 没有，这边给你2个 cup holder。就这样子罢了。所以我觉得 Q5 虽然跟 X3 相差不远它的 size 方面，不过它就胜在它的灵活性。看你的椅子这边也可以这样子，可以往这样推，所以这个东西你拉下去，它就可以整个 clip 一下。几乎所有后驱平台它们的第2排中间凸起来的地方都会非常的高。那这个 Q5 不是普通的高，你看它凸起来凸到这么凸，因为它是这个后驱平台，而且它有 Quattro 的4驱系统，所以中间要放 exhaust pipe 传动轴等等。可是我觉得 Q5 的这个凸起来的地方会比 X3 还要来得高，这样子，所以这个是没有办法避免了的，因为它的构造就是这样子的啦。哇，非常喜欢奥迪开车门的感觉，非常的扎实，非常的厚实。3件。我拿这个 Q5 的时候，刚好是开着 Golf GTI 回去 PHS 还车，所以从 Volkswagen 跳上来奥迪那个家族内的升级是 ADASness 满满，你会马上都 feel 到整个东西就是更加的有钱，更加的 premium 的感觉。所以这个奥迪 Q5 呢，就让我回想起我之前介绍的 Q3 和这个 A5 Sportback。那奥迪的方向盘现在非常的大个就是整个握起来是非常有船长的感觉，有那种舵手的感觉，然后后面有 pedal shifter。就是说这个改款版的 Q5 你看中间这边有一个洞嘛，没有错的话，它原本是一个旋钮来的，可是奥迪又有一点反向操作，把旋钮抽掉了。因为大部分人家都是把没有旋钮变成有旋钮，它竟然把有旋钮抽掉，给你完全用 touchscreen。但好就好在奥迪把这块荧幕设计到非常靠近驾驶者，所以即便是你手短的人也能够触手可摸这样子啦。所以这是一个10.1寸的奥迪 Connect 娱乐系统荧幕，里面支援这个 Android Auto、Apple CarPlay 都有。那它比最新的 Golf A 好的就是呢，它还保留了非常多的实体按钮，像它有这个调整温度的旋钮，还有独立的这个冷气显示屏，就不需要全部东西都透过荧幕里面去调整。然后它的这个Gear Knob 这边就好像一个飞机的推进器这样子，但它虽然把旋钮抽掉，不过这边同样保留了一个独立的 Volume Button， 就变成一个孤岛这样子那本来他们是一个 family 的，现在就剩下他一个人孤零零的在这边。当然，这个奥迪 Q5 我最喜欢的就是它有这个奥迪大名鼎鼎的奥迪 Virtual Cockpit， 你可以在 setting 里面去调整它的这个 pattern， 像你可以选择 Classic、Sport 和 Dynamic， 有3种 pattern 给你去切换。如果你要 compare to BMW X3 或者是 GLC 的话它给我感觉比较没有那么一体式。你看 BMW 无论是 iDrive 7.0 还是 8.0， 他们都是感觉像是整个东西是一 set 一套的。Mercedes 也是这样子，它 MBUX 嘛，就是2个独立的荧幕或者是2个连在一起。可是奥迪的这一块荧幕呢，它就感觉上它跟这个 dashboard 没有关联你可以拔起来放进去 pocket 带走这样子啦，所以就不像这个奥迪 Q8。Q8 那个就看起来就是整个是很一体式的。而且你说这个 Q5 它有 S Line 套装可是这个 S Line suppose 是 equal to AMG Line 和 BMW 的 M Sport 的，可是它没有红色 stitching， 没有运动化的 aluminium 踏板，也没有那种所有你觉得 Sport Line 应该有的东西，而是相当的 luxury 跟 premium。就像这个 brown color 的Fine Napa Leather 做起来是非常的舒服。只是说我现在驾的这个 Q5 它的 spec 跟我在 brochure 上面看到的有一点出入，所以我这边看到它是没有 ADAS 主动式安全辅助系统，可是 brochure 里面是讲它有 Adaptive Cruise Control、Lane Departure Warning、Lane Keep Assist 等等，这个东西我过后在下面 clarify 啦 ，I'm not very sure。它很 luxury， 可是我觉得它相比较 Mercedes 跟 BM 真的是非常的低调，它适合那些要低调的人我只可以这样讲。这个 Q5 45 TFSI 有249 PS 和370 Nm这个动力就跟 X3、X-Ride 30i 和 GLC 300是差不多的，而且它的0到100是 6.1 秒，也就是比纯汽油的 X3 30i 快了 0.2 秒。
虽然它的车重是1760公斤，因为它有 Quattro 的4轮驱动系统，才有很澎湃的声音。Based on 我之前驾 GLC 跟驾 X3 的经验呢，这个 Q5 跟 X3 GLC 最大的不同是它用的这个是 Dual Clutch， 看到吗？它会有一点点 turbo lag， 特别是在你慢速到中速的时候，你要重新再 pick up 那个 speed 的时候，它会 delay 一点点。那相比较之下 ，X3 的在 F8 速变速箱，或者是 Mercedes 的 9G-Tronic 9速自动变速箱，在起步加速，尤其是慢速到中速域的时候，它会更加的快，它不会这么 lag。但是这个 DCT 的好处就是它的速度很快啊，就它换挡升档的节奏才。当车子上轨道过后，哇，它就很 smooth， 真的是很 smooth。感觉上，我觉得它比 X3 和 GLC 还要来得好驾。我之前驾的奥迪车子虽然不多，可是每一次驾奥迪的车它总会给我一种越快越爽的感觉。虽然 Premium Brand 我们说 BMW、Mercedes 也是越快越爽，可是奥迪的这种越快越爽是特别明显的。你驾慢慢你会觉得好像哪里不对路，可是你越快你会越舒服，你会越满意这样子。所以这个 Q5 呢，它有几个驾驶模式啦。你看它有 Efficient、Comfort、Auto、Dynamic Go。看到吗？有点累。倒 shift。哇，那个声音，感觉上它不是 Fact Sound 啦。belok kiri jika tiada kendaraan dan pejalan kaki。每次过都要讲，不然你们要讲闯红灯。猜。你都不觉得自己在像驾一辆 SUV 啊？哎呀，超快的这样子，超快的。所以我们都知道这个 Q5 是 based on MLB Evo 平台而打造的嘛。那 Q5 就是 MLB Evo 的起点，再上去有 Q7、Q8、Porsche Cayenne。到 Bentley、Bentayga、Lamborghini、Urus 都是基于这个 MLB Evo 的后驱平台，所以它有它家族大哥的那一种风范在那边。在你一上车，你就能够明显的区分开来，它跟 Q3 是完全不同的，因为 Q3 是横置引擎 ，Q5 是纵置引擎，就是引擎是打直来放的。所以这样子做呢，你会觉得你的驾驶舱跟车头离得很远，所以离得很远，再加上200mm 的车身离地间隙，你会觉得整个人很有色，很有色那种，有一点点过揽爬的感觉，但是它又不会说太过高，高到你会很怕那一种。猜，一个字 smooth。虽然这个 4MATIC、X-Ride 都是很好的4轮驱动系统了，可是我自己觉得 Quattro 已经是一个炉火纯青的4驱系统。它让你享受驾驶乐趣，可是它又不会过多的干预你。它知道什么时候要让哪一颗轮子，减少它的扭力输出，哪一颗轮子要 brake 等等，它都抓到非常的精准。然后这个前后的扭矩分配、扭力分配等等，都做到非常的好。所以你驾着奥迪的车，其实你不用过于烦恼，你只是踩油驾就好了。我知道每一辆车都是这样子，可是你驾过奥迪，你就会知道它给你一种为什么你还要驾别的品牌的那种感觉 ，which is 它不是specification， 它不是 technically 这些数据上面可以给到你的东西，它完全就是一种感觉，一种handling 的 feel 啊。然后它的这个 steering wheel 虽然不像 M Sport 这么壮硕，也不像 AMG 这么赏心悦目，它感觉上有一点点老土，可是因为它的这个圈很大圈，所有豪华品牌的 steering 都会设计到非常大个，像 Rolls-Royce、像 Bentley。奥迪也是如此，所以它给你一种很沉稳、沉着、淡定、从容的感觉，就是一种色，一种无法用言语形容的色，就是有色。当然，我觉得如果你一直要用 Sport Mode、用 Dynamic Mode 去一直去 downshift 去拉高 RPM， 并不是它的 character 来的，我觉得。It's too aggressive 啦 ，you have to back
去 comfort，OK， 你就舒舒服服的在享受这个 Q5 切换车道，你看左右切换车道。OK， 你看一个1760公斤的车啊，它的 body roll 是在可以控制的范围里面，就是你不会觉得它很 loose， 你抓不到它 ，everything under control。奥迪就是给你这个感觉，给你一种 everything under control 的感觉。无论你在直路，你在大 corner、小 corner， 还是这种你看，不是很容易割车的地方，它也不会说因为车子太过外你很难阿嘎，没有，你就是踩油就走了。你知道你过得到的。You can do it. Go. Of course， 你说这个动力啊，因为我最近真的是被电动车养坏胃口了，所以我觉得249匹370牛车米真的还好罢了啊。这个动力数据跟 Golf GTI 非常的像，差好像4-5个 PS 这样子罢了啦。这个 Q5 虽然是一个 CBU 整装进口的车款，可是它不是从德国 CBU 整装进口，而是 CBU from Mexico。从墨西哥进口来马来西亚的，所以它的整个隔音降噪表现，我觉得是稍微比 Mercedes 和 BMW 好一点。但你说去到140、160，大家都是 lebih kurang， 没有什么差别的。虽然我们都知道这个 Q5 在方方面面都不会输给 X3， 也不会输给 GLC， 但是因为它是一个 CBU 整装进口的车款，所以它打的价位大概是350千到360千。可是他自己的价钱已经卖到450千，甚至加到完那些 optional 的，可能要去到480千左右这样子，所以它可以说是 Q5 在卖着 X5 的价钱。那根据传闻，我们都有听说 Audi Malaysia 非常有可能在马来西亚 CKD 本地组装车款，因为马来西亚是一个非常特殊的 market， 我们居然可以在吉打州 CKD 组装 Porsche Cayenne， 但是我们没有 CKD Audi。所以我们看豪华汽车品牌在马来西亚的销量啊 ，Mercedes 每一年在马来西亚能够卖1万辆左右，那 BMW 也是卖1万到12000辆左右，再加上 Volvo 一年也可以卖2000多辆。所以如果他要去 CKD 的话，我相信 Q5 是一个最有可能会 CKD 的车子。I mean Q3、Q5 这种会率先投入 production line 啦，把这个东西是八字可能都还没有一撇，只是只是传闻罢了，只是 rumors 罢了。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现在 PHS Automotive Malaysia 嘛，他们已经在马来西亚本地组装 Golf GTI， 在马来西亚本地组装 Arteon、Passat、Tiguan， 所以我相信 it's matter of time 啦。如果他们真的要用心去吃这个每一年25000辆的豪华汽车品牌的市场，它虽然在这个 A4、A5 很难去跟3 Series、4 Series， 但是我们所去到 RS 啊，大家白都是 CBU 整装进口。你看 RS5、RS4 或者 RS6 等等，你再看 M3、M4， 可能 C43、I mean C63、E63 这种，大家都是600多千、700多千到1个 million 左右这样子。所以去到这种 level， 反而奥迪还有优势，因为它有给你 maintenance， 给你这个 free 的 warranty 等等。所以你还想要看什么奥迪车款，也欢迎留言留英文啊，留言在底下，也可以反映给奥迪们一些知道到底马来西亚的消费者对什么奥迪车款比较有兴趣。所以还没有订阅频道的朋友，记得订阅 subscribe 我的频道，也欢迎 follow Instagram account， like 一下 Facebook page。像我们走这100亿的话，我的 RPM 大概在1800转，因为它是7 speed 嘛。那 BMW 的 X speed、Mercedes 的9 speed 可能会将 RPM 压到1500到1600转左右吧。1500、1600转跟1800转其实差别不明显啊。所以我自己试驾的话，它的油耗大概是 7.5 个 liter per 100 km。所以 Q5 在走 highway 的时候，满满的奥迪，满满的安静，满满的淡定，不要跟电动车比啊。So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 and 3, 2, 1 cut.